大家好，我是老田，欢迎来到丽丽的有机菜园。我们今年的韭菜花都已经陆续的采收掉了，现在我需要把韭菜地稍微整理一下，把这些采过韭菜花的很老的韭菜给它割掉，松一松土，施一点肥，让韭菜能够在2-3周内重新生长起来。这样的话，2-3天之后，我们就可以有新鲜的韭菜可以收割了。我现在抓紧时间去处理一下，大家来一起跟我看一下我收获完韭菜花之后是怎么样管理韭菜的。怎么样可以让韭菜在2-3周之内就可以达到可以收割的程度？咱们来看一下吧。这个就是收过韭菜花的韭菜，这个时候的韭菜已经是长得非常的老了，上面零星还有一点点的韭菜花，我们也就不要了。韭菜在整个夏天抽苔开花的过程中会消耗掉大量的养分，所以其实我们需要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给它们补充养分，让土壤尽快的恢复肥力。我们先来把这些老的韭菜贴着土壤给它割下来。我会使用这样的镰刀来割韭菜，这样会容易一些。如果你没有这样的镰刀的话，也可以用剪刀来剪。割的时候一定要沿着韭菜根贴着土的地方，这样沿着土给它割下来。这就是割完之后的样子，我们要确保割完之后地表上露出的部分很少。这里边还有一些草和树叶子，我们把它清理干净。好，这样就清理干净了。我们接下来给它搂钩，我们先这样纵向的搂钩。搂钩的过程中，我们能够明显的看到韭菜的根系。我们搂钩的目的之一就是把这些根系弄断，不让它们互相纠缠串根，这样对韭菜的生长会更加有利。这个根系更发达一些。搂钩的第二个作用就是能够除掉表层的杂草，而且能够抑制后边杂草的生长。搂钩的第三个，也就是最重要的一个作用，就是为了给它施肥。韭菜施肥，我一般会选择氮含量比较高的有机肥，比如像这种 Blood Meal， 它是一种纯的有机肥，并且只含有氮，氮磷钾比例是12:0:0。另外的一个选择就是这种 Organic Lawn Food， 就是这种有机的给草坪施肥的肥料。这种肥氮磷钾的比例是9:0:0，而且含有一定的钙和硫。这种肥因为有大包装的，所以性价比会更高一些。其实韭菜的生长习性是和草差不多的，都喜欢大水大肥，而且尤其是喜欢氮肥，对氮的消耗量非常的大。如果前面提到的2种纯氮肥都没有的话，也可以使用这种有机的复合肥或者是鸡粪肥，只要确保氮含量在氮磷钾比例中是最高的就可以了。磷含量要尽可能的低，钾的含量也要占有一定的比例，因为韭菜的粗大茁壮也是需要靠大量的钾肥的。
我接着先把氮肥给施到刚刚挖的沟里面去。我刚刚施了一些雪肥 blood meal， 雪肥的效率特别高，吸收也特别快。在收完韭菜花之后，能够让韭菜迅速的吸收养分，尽快的恢复生长。另外，我还会同时再施一些有机的鸡粪肥或者是草坪肥，这些肥是缓释肥，能够提供更长效的肥力。接着我们把这些肥料用土给它埋起来。然后下一步我们开始横向搂沟。这个就是搂好的横向沟。横向搂沟的目的是为了在这个横向沟里边施钾肥。种韭菜最好用的有机钾肥就是草木灰了。这是我收集的草木灰，我们把它均匀地撒在刚才挖的横向沟里边就可以了。我之所以要挖横向的沟来施草木灰，是因为草木灰如果跟刚才的雪肥或者是鸡粪肥混在一起的话，会让雪肥或者鸡粪肥丧失一部分肥力，这样有可能就得不偿失了。所以我们一个比较好的实践就是施肥的时候纵向挖沟来施氮含量高的有机肥，然后横向挖沟来施草木灰。另外一个选择就是两种肥也可以间隔几天来施，比如今天我们只施有机氮肥，然后5天之后我们再过来施草木灰，这样也是可以的。我们最后用土把草木灰给盖上。有人可能会问，如果没有草木灰的情况下该怎么办？因为通常的话，草木灰是很难买到的。如果家里边不允许自己烧草木灰的话，那可能没有草木灰的来源。这个时候其实也不用担心，我们还有其他的选择。第一种选择就是多施一些这种含钾的有机鸡粪肥，或者是其他有机复合肥，也是能够有效的补充土壤里面的钾含量的。另外的一种选择就是我以前提到过的这种经过有机认证的天然矿物质。这种矿物质可以有效地给土壤增加钾肥。做完上面的那些步骤之后，我们还有一个关键的步骤，就是准备一桶这样的有机堆肥土或者是牛粪土，把它盖在韭菜上面。主要是用来保湿和增加土壤的有机质。这就是盖完堆肥土的样子了。最后一步，我们给它多浇一些水。韭菜是喜欢大水大肥的，所以我们应该尽量让韭菜的土壤保持湿润。充足的水分会让它长得特别的快，而且特别的鲜嫩。我是有滴灌的，我最后一步把滴灌给它装回去，这样就不用每天手动浇水了。我用滴钉把滴灌的结尾处给它固定一下，这样的话滴灌就不会随着热胀冷缩或者刮风到处乱动了。我打开滴灌，先给它开上20分钟。我最后把割掉的这些韭菜拿去喂鸡，一点也不会浪费。
这个是我们另一批的韭菜，我们是在上周把韭菜花都收过之后，把整颗韭菜给割掉的。现在刚刚过去1周就已经长这么高了。我们使用的收割和韭菜水肥管理办法和今天讲的是一样的。再过1周应该就能割韭菜来吃了。韭菜是非常好种的一种菜，只要给它水，给它肥，它就能快速的生长。而我们就可以一茬一茬的割，投入产出比是非常的高的。另外也不要忘记适当的给它搂沟断根儿，让它的根部不至于纠缠在一起，这样的话也能促进它的生长。韭菜虽然说很好种，但是如果你不管它，不照顾它，它很可能也会长得细如头发，发黄，长势很弱。所以说也不能只是想着收割。割韭菜的前提是好好的管理韭菜，给它充分的水和肥，好好的保养韭菜，让它们茁壮的生长。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一茬一茬的割下去，韭菜们才能够一茬一茬的旺盛的生长，源源不断，生生不息。好了，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咱们下期再见。看看这个韭菜，割完了之后才过了1天就长这么高了。